夜深人静，一场大火吞噬了巨章县的一处民宅，冲天火光把半边天都映红了。这场大火里，男主人灵拔被烧成焦炭，他的妻子霍氏瘫坐在废墟旁，哭得死去活来，连声呼喊丈夫的名字。邻居看了都觉得这女人实在可怜，一场意外让她失去了依靠。这场火灾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吗？当大火熄灭后，废墟里透出一股说不清的诡异气氛。老实巴交的丈夫烧死，年轻貌美的妻子却毫发无伤逃出来。这究竟是运气太好，还是背后藏着隐情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桩离奇案。要说清这案子，得先从这对夫妻说起。死者灵拔是个地道穷苦老实人，年纪很大了，偏偏他命犯桃花，娶到名叫霍氏的年轻女子。这霍氏长得相当漂亮，可她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破败家里。老夫少妻，加上家里穷得叮当响，霍氏打心眼嫌弃灵拔。他平时仗着有几分姿色，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，村里人背地里都在看他们笑话。霍氏早就受够了这种苦日子，日夜都在琢磨怎么跟灵拔离婚，好去寻找自己的荣华富贵。霍氏把离婚的想法跟灵拔提了好几次，可灵拔对这个漂亮媳妇儿真喜欢，宁可自己多干活，也死活不同意放她走。灵拔越是挽留，霍氏心里越是厌恶。在他看来，灵拔就像一块甩不掉的石头，彻底挡了他的发财道。两人因为这事儿隔三差五就在家里吵架，霍氏那股凶狠狡猾的劲头慢慢暴露出来。既然好聚好散走不通，他的心里开始盘算起恶毒计划。既然这老头子非要绑在一起，干脆让他永远闭嘴。一个罪恶念头在他脑海生根。到了初七这天晚上，夜色特别黑，连一点星光都没有。灵拔干了一天农活，累得腰酸背痛，倒在床上没多久就沉沉睡去。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只能听见他沉重呼吸声。这时候霍氏却毫无睡意，他悄悄从床上爬起来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冷冰冰杀气。他慢慢走到厨房，摸起平时切菜用的尖刀，回到床前，看着熟睡的丈夫。霍氏没有半点犹豫，为了掩盖痕迹，他知道光杀人不够，必须制造一场天衣无缝的意外，来烧毁一切罪证。就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屋子里，霍氏举起手里的刀，一切发生得很快。灵拔连呼救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断了气。看着床上的惨状，霍氏为了毁尸灭迹，立刻找来家里干柴和稻草，堆在床边和角落。他冷静划着火折子，火苗瞬间窜上来，点燃了茅草。火势蔓延极快，浓烟开始在屋子里弥漫。霍氏趁大火没彻底封住门，赶紧跑出屋子。他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大火把整座房子吞没，这才开始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大声呼救。大火引来不少街坊四邻，大家伙赶紧提水桶来救火。可惜火势太猛，等火扑灭的时候，好好房子已经烧成一堆废墟。众人进去一扒拉，只找到一具烧得发黑的骸骨。霍氏这时候戏精附体，坐在地上哭天抢地，逢人就说丈夫被大火活活烧死。大家都挺同情她，觉得她一个弱女子遭遇变故太可怜。有一个人站在人群外面，冷眼看着霍氏表演，心里满是怀疑。这个人就是灵拔的亲弟弟灵震。灵震太了解他这个嫂子了，平日霍氏对哥哥非打即骂，百般嫌弃，怎么这时候哭得这么伤心？
凌震发现一个致命疑点。当时房子起火，霍氏作为一个弱女子，脚力肯定不如男人，她都能安然无恙跑出来，哥哥一个大男人怎么会烧死在里面？这火起得蹊跷，偏偏在哥哥死活不同意离婚的时候起。凌震断定哥哥绝对死得不明不白，这场火灾绝对有猫腻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决定去县衙讨个公道，彻查真相。凌震来到县衙，一纸诉状把霍氏告上公堂。他对县令大人说：嫂子，霍氏平日水性杨花，嫌弃哥哥贫穷，想改嫁。初七晚上家里突然起火，偏偏他一个人完好无损逃出来，哥哥却烧死，这明显不合常理。凌震恳求县令大人明察秋毫，彻查哥哥死因，揪出幕后黑手。这份诉状写得有理有据，字字句句透着对嫂子的怀疑。县令看了诉状，也觉得这起火灾确实违背常理，便立刻派人传唤霍氏到案。还没等衙役出门，霍氏的哥哥霍游倒先跳出来，他心疼妹妹，跑上公堂反咬一口。霍游向县令哭诉，说妹妹嫁到凌家一直安分守己，反倒这个小叔子凌震平时喜欢欺负哥哥嫂子，这次失火纯属意外，妹夫凌拔贪财，跑出火场后舍不得财物，冲进去抢救才被烧死。霍游指责凌震借机报复，故意诬陷妹妹，求青天大老爷做主。这两边各执一词，公堂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霍氏跪在堂下哭得梨花带雨，把哥哥那套说辞添油加醋讲了一遍。他说当时火烧得快，两人原已逃到门外，谁知丈夫心疼那点家底，非要折返回去拿东西，她女人家吓破胆，根本拦不住，这才眼睁睁看着丈夫命丧火海。她还反问凌震，当时火势那么猛，谁还顾得上分男女老少？意外发生怎能全赖他头上？霍氏这番辩解听起来合情合理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，案子似乎陷入僵局。审理此案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张县令。张县令可不糊涂，仔细听双方供词，心里早有计较。他看着霍氏那镇定自若的神情，觉得其中必有隐情。张县令深知，尸体烧成焦炭，用常规仵作验尸方法，很难查出死前有没有受过致命伤。常规路子走不通，那就得另辟蹊径。他坐在大堂沉思片刻，突然一拍惊堂木，想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招。他打算用一个谁也没见过的办法，让死人自己开口说话。张县令立刻下令，让衙役在县衙后院空地上用茅草临时搭起一座简易房子，把房子从中间隔成左右两间，接着又让人去集市买来2头活猪。众人看得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县令大人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只见张县令吩咐手下把其中1头猪当场杀死，扔进茅房左边房间里，然后把另1头活蹦乱跳的猪直接关进茅房右边房间。紧接着他在茅房四周堆满干柴，准备放火。张县令一声令下，衙役们点燃柴堆，大火熊熊燃烧起来，火光冲天。右边房间的活猪被火烧得嗷嗷直叫，拼命挣扎，左边那头死猪毫无动静。没过多久，茅草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，2头猪也都烧成黑炭。凌震、霍氏还有围观百姓都看傻了眼，谁也不明白烧猪和命案有什么关系。等火彻底熄灭，现场稍微冷却一些后，张县令把原告和被告都叫到跟前，准备揭开谜底。张县令指着地上的猪尸体说，答案就在猪嘴里。他让衙役把2头烧焦的猪嘴巴撬开，大家凑近一看，
奇迹出现了。左边先杀死烧掉的猪，嘴里干干净净，一点灰尘没有。右边活着被烧死的猪，嘴里鼻腔里全是厚厚黑灰。张县令大声向众人解释，活着的生物在火场会拼命呼吸喘气，自然会把浓烟灰烬吸进嘴里。死物没有呼吸，嘴里自然无灰，这就是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的铁证。实验做完，张县令立刻带众人前往停放尸体的地方。仵作当着所有人面小心翼翼撬开灵拔焦尸的嘴巴，众人定睛一看，里面干干净净，没有半点烟灰痕迹。事实胜于雄辩，灵拔起火前就已经死了。面对铁证，霍氏心理防线瞬间崩溃，他刚才的谎言被彻底拆穿，再也无法狡辩，只能瘫软在地，一五一十交代自己谋杀亲夫、放火焚尸的罪行。这桩离奇火灾案终于真相大白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